大家好，我是金介这个视频啊，我想介绍一下用财务管理项目里边的这个 Actual and Forecast。这是一些声明。项目啊可以分成 Actual 和 Forecast 两部分啊。比如一个项目要做10个月，那已经做了2个月，还有8个月。那么在已经做的2个月里边呢，实际发生的成本，那些发出去的工资、报销的钱就是 Actual，而未来的8个月里边，计划要花的钱就是 Forecast。那如果大家学过 PMP，可能会听过EAC、AC 这样的指标。那 AC 就是 Actual，ETC 就是 Forecast，而 Actual 加上 Forecast 就是 EAC。那相比起 PMP 考试里面那些抽象的公式啊，实际应用的时候啊会简单一点。那首先呢，项目开始前呢还没有做任何的工作，所有呢都是 Forecast，同时呢这也是期初的 EAC。随着项目的进行，每个月实际发生的成本就是 Actual。Actual 呢可能和之前计划的不一样，要判断呢这是单独的一次额外的支出，还是由于项目管理本身啊导致整个项目计划的不准确。那如果发现了不好的趋势呢，就要去检查原因，调整项目的计划，去调整 forecast。那经过 actual 的差异和 forecast 的调整，那整个 EAC 啊会跟当初计划的不一样。所以对一个项目来说 ，actual AC 是已经发生的部分，而 forecast ETC 会变，EAC 呢也会变。当这个 EAC 的变化跟期初的 EAC 差异超过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是要被检查和批准的。那么为什么要做 forecast 呢？为什么要记录这些 actual 的发生额，再去算 EAC 这些呢？首先啊，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呢，按照会计准则，企业应该在履行了合同中的义务客户啊取得了相关商品控制权时啊，要确认收入。那项目的收入确认呢是分段的，是根据实际交付啊来确认的。所以呢，在项目过程中啊，每个月记录分析实际发生额，是咨询公司啊确认收入的重要依据。第二点呢，作为一家公共的公司、上市公司啊，需要披露相关的财务信息。另外呢，企业还要为投资者提供业绩指引，也需要 forecast。还有大的公司啊，需要 forecast 来指导业务的运行。比如老板呢看到 forecast 里边呢有很多 SAP 方面的项目，那么 SAP 方面的人呢，在下一年呢就需要多招一点。forecast 通常不是1-2个月，很多项目呢是跨年的。还有呢，到年末的时候呢，要升职加薪，那老板呢看到下一年的需求多，就多加一点工资这个呢都会影响到公司业务的运行。那记录 actual 和 forecast 要根据实际的情况，不是凭空编出来的，必须要呢遵守这个 GAAP 会计准则。不准确的数据导致收入确认的不准确，可能呢滞后这个确认的收入，也滞后结转成本，影响这个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纳税的时点。准确的 forecast 也衡量这个项目经理的水平，从销售一开始的定价，基于最初的 forecast， 到项目执行过程中的这个成本控制，要清楚这个项目的范围，任何的变更都会影响这个 forecast， 要清楚这个项目运行的趋势，要仔细管理这个费用支出，还有人员的安排，来维持这个 EAC 在允许的范围内。那 actual 和 forecast 都可以通过一些工具来记录。那如果让项目经理每个月统计这么多数字来出报表，这不现实。actual 部分呢，可以通过员工的工资、出差费用的报销。通常呢，这个公司里都有财务系统来记录这个发工资和报销。那这些数据按项目汇总起来呢，就是项目的这个 actual 部分。那 forecast 呢也类似在企业内部可以有这样的系统工具，
来记录未来几个月预计投入多少成本在什么时候要开票等等。那把这些信息放进去，然后呢，把 actual 和 forecast 汇总起来，产生相应的报表。那很多公司在开票的时候再确认收入，就是因为麻烦，没有系统来支持。好，总结一下 actual 和 forecast 对应 PMI 里边的 AC 和 ETC，加起来就等于 EAC。那实际应用当中是每个月更新的。actual 和 forecast 是财务确认收入的依据，是企业合规的重要工作，也是呢指导公司运营的重要依据，还是呢衡量项目经理水平和企业管理能力的工具。好，关于 actual 和 forecast 的介绍就这些，好，谢谢大家。